陆是挪威的首都，坐落在奥斯陆峡湾北端的山丘之上，背后则是雄伟的霍尔门克伦山，既有海滨城市的明媚风光，又不是秀丽山峰所带来的壮阔气势。这边天真的很蓝啊，今天天气真的不错。感觉挪威整体的这个建筑风格啊，稍微硬朗一些，稍微的偏冷色调一些，没有丹麦的那么明快。奥斯陆的城市建筑，我觉得更偏实用和厚重感，少了一些哥本哈根的灵动和清新，反而非常的成熟内敛。尤其是中世纪建筑风格会比较明显。如果用人物来形容，哥本哈根像是浪漫童话风的少女，而奥斯陆就是比较扎实的中年男人形象，各有各的风格。奥斯陆是北欧3个城市中我唯一没有使用任何交通工具的地方，不是为了省钱，是真的用不上。整个城市非常紧凑小巧，所以全程步行几乎可以去到城市的任何地方。所以其实我对这个城市的整体印象很不错，因为我很喜欢一个城市或是一个小镇的各个角落唾手可得的感觉。挪威当地的出租车是特斯拉。我发现挪威他们这种电动踏板车真的非常多。在哥本哈根的时候，城市里非常多人骑自行车，而到了奥斯陆，满大街都是骑踏板车的人。开始我还觉得有些奇怪，当我在这个城市走过之后，就发现踏板车简直太适合这个城市了，因为很小巧，所以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而且其实有一些上下坡的地方，这时候踏板车相较于自行车就会方便省力很多。街上随处可见，都停的是这种。这边有一家 Seven。先来看看物价吧。可乐一罐是31，如果是瓶装的话呢是36。北欧这边的水真的是贵，一瓶30啊，换算一下21块钱。这边的牛角包一个28，也差不多20块吧，3个便宜一些。它这个汉堡是110块，然后呢加这个 meal 换成套餐的话呢153，普通的153挪威克朗，换算成人民币的话107，这个感觉比丹麦还贵一些。就麦当劳的物价来说的话，丹麦的话是90块，同样的这个套餐。一个卷饼，鸡肉卷饼加一个可乐套餐224挪威克朗，人民币的话差不多要150左右了，真的非常贵啊。北欧国家的消费税很高，通常达到25%，服务业人力成本高。另外，北欧地广人稀，气候寒冷，农产品生产季短，许多产品依赖进口或者长距离的运输，所以造成北欧地区整体物价变高。从官方的物价水平指数来看，丹麦总体价格水平在欧盟中非常高，略高于挪威。不过就基础食品和消费来看，奥斯陆会略高于哥本哈根。一顿便宜的餐在奥斯陆约250挪威克朗，哥本哈根约160丹麦克朗。一瓶啤酒在挪威常落在110挪威克朗左右，而哥本哈根普遍约60丹麦克朗。出租车起步价，哥本哈根是50丹麦克朗，而在奥斯陆是100挪威克朗。在哥本哈根的时候，印象里没有碰到收费的厕所，不过奥斯陆所有厕所都要收费。广场上的公共厕所收费5克朗，商场里是10克朗。麦当劳里需要购买东西后问店员要密码，所以奥斯陆旅行最好先在酒店里解决比较好。不太明白他们这边的交通灯啊，为什么是有2个红灯，2个行人的红灯？基本上看了一下，都是红灯的话都是2个小人，绿灯的话就1个。奥斯陆最有名的景点之一了，奥斯陆王宫，一般游客应该都会来这儿。以前呢，瑞典和挪威其实是一个国家，后来挪威独立之后，他们的国王和王后居住的地方吧，就是这里。
斯陆王宫是一座新古典风格的宫殿，坐落在卡尔约翰大街的尽头，面对宽阔的王宫广场，背后是环绕的王宫公园。宫殿始建于19世纪20年代，并于1849年正式完工并启用，平时也是挪威君王的官方住所。北欧这边很多的景点的门票都是可以网上预约的，所以尽量大家可以网上预约。宫殿仅在夏季的一段时间开放游览，因为不可以自由进入，而是必须由解说员带队的方式参观，所以最好提前预约参观的时段，以免排队等候，而且现场票很少。参观的价格是230挪威克朗，会有一名解说员带领约20名游客一起参观。解说语言仅有英语和挪威语2种选择，全程不可以拍摄，大约1个小时的时间，会带着大家穿过宴会厅、国事会议厅、白厅等代表性的大厅和房间，讲解的非常仔细，而且讲解员的英语说的也不是非常快，所以其实挺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竟然在挪威也看到了这个在丹麦找到的廉价超市 Rema 1000，这家真的很便宜，水在丹麦买的只要2块3，这边不知道多少钱。这边的水最小瓶的这个是10块钱，就是7块人民币吧，已经算是最便宜的了。我看了一下，这里面最便宜的了。其他的水大概21乘以7， 14块钱，上面那瓶大瓶。这里就到港口边了。奥斯陆的很多景点其实都是在港口附近的，在河边的。这边人就多起来了。挪威依靠他们的这个峡湾，所以轮渡也比较发达，可以坐船去很多地方的，所以感觉很多人在这边坐船，就是另外一种常用的交通方式吧。你看这个船也挺多的，数量。港口边这里有一个诺贝尔和平中心，因为诺贝尔和平奖呢是在挪威颁发的，所以他这边专门建了一个诺贝尔和平中心。门口挂了这2条横幅，应该也可以看得到，它写的叫日本被弾教，它其实是202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日本的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组织。然后在那个和平中心对面的地方，这栋棕红色的楼就是他们的市政厅，也是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的地方，就在这里面，所以这也算是奥斯陆当地一个比较有名的景点了。这边也看得到，它已经建了75年了，1950年建的应该是，2025年刚好是75周年纪念。奥斯陆和世界的联系，其实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诺贝尔和平奖。根据诺贝尔基金会的安排，5大奖项都在瑞典颁发，只有和平奖例外。从1901年起，就由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并在奥斯陆颁奖。颁奖典礼的舞台就是奥斯陆的市政厅，这栋建筑于1930年代开始兴建，1950年正式启用。以功能主义的风格设计，2座方形的红砖塔形成了城市的地标，面向峡湾，背后连接着市中心。市政厅免费参观，走进去你会发现外观的简洁和内部的装饰形成鲜明对比。最大的中央大厅挑高宽阔，地面铺设的是来自挪威北部努尔兰的白色大理石，四周墙壁覆盖着大幅的壁画与装饰画，描绘了挪威的历史、文化与社会场景。这里也是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的核心会场。典礼当天，获奖者、王室成员与来自全球的贵宾齐聚于此。阳光从峡湾方向的大窗洒进来，让整个空间既庄严又充满了光亮。整个市政厅是面朝大海的，所以从这边的窗户看过去就是外面就是港口。整个城市感觉挺安静的，虽然说你看路面上很多人，但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噪音，可能主要大家都是骑的自行车吧，所以其实也没什么太多机动车的声音，更没有电动车的声音，所以总体来说感觉挺安静的，很悠闲的氛围。穿过市政厅广场，步行约10分钟，便是位于奥斯陆湾边的阿克斯胡斯城堡。
阿克斯胡斯城堡是一座兴建于中世纪晚期的防御要塞，用来守护奥斯陆和峡湾的水道。后来几经改建，不仅是军事重镇，也曾是王室的居所。今天这里保留着厚重的石砌城墙、拱门与教堂。城堡内还设有博物馆，讲述着挪威人抵御外来侵略、守护国家的决心。这样看，整个城堡其实还挺大的，上上下下的。作为要塞，大炮肯定是必须的。站在城堡高处，可以俯瞰整个奥斯陆港湾，尤其在夕阳时分，景色壮丽，氛围中带着一点庄严与浪漫。它既是城市的历史见证，也是旅人必到的观景点。整个城堡的四周布满了大炮。看起来大疆应该在欧洲这边确实还是挺火的。今天在挪威奥斯陆大街上已经看到2家大疆的专卖店。我觉得他们挪威的这个电车啊，路面电车真的完全没有做任何的广告，所有的车都是蓝色的，这个还挺意外的。这条应该是奥斯陆最繁华的大街了，叫卡尔约翰斯大街。基本上游客会来，然后当地人购物也会来的一条街，所以人就多很多。泰国料理，它大也是215，也是150人民币左右吧。挪威人也是一定要攒着瓶子来卖的。今天喝两瓶水，把这瓶子回收之后4块钱。研究了一下，还是超市的这个 salad bar 最划算。看起来什么东西都有，水果、蔬菜，然后肉也有。主教堂前面这个小公园，在这儿坐着，然后看着外面的街道，这还是挺舒服的这个地方。然后现在这个温度真的特别的舒服，特别的适宜，然后也没什么太大的风，也没什么太大的太阳，20来度，很悠闲。现在6点多，然后在这顺便吃个晚餐，刚在超市买的，80块吧。然后这个呢，据说是他们挪威必喝的一个牛奶，巧克力的牛奶。我觉得很多城市啊，很多地方的城市都有一个什么必喝的牛奶。然后酒店其实就在对面那个地方，挺近的。终于可以回来check in酒店了。这个房间比丹麦的要大一些，但床差不多一样的，怎么是粉色的感觉？这颜色挺奇怪的。比丹麦的房间真的是要稍微大一些，那边真的是连行李箱都没法打开。这边是电视机、放衣服的衣柜的地方，有一个小的桌子，然后旁边那个地方应该可以放行李吧。哇，这个风景其实真不错，对面就是那个奥斯陆主教堂啊，就在这个主教堂对面，所以它底下可以看到这个街景的，所以这个视野啊，真的是还是挺不错的，挺棒的。这个洗手间倒是挺宽敞的嘛，然后里面是浴室，这浴室确实挺大的，而且感觉整理的也挺干净的。这
家酒店的这个房间啊，它顶上是有一个天窗的。开始进来觉得还挺好的，但是现在已经9点多了，天还是亮的，整个房间都是亮的。这天窗也没办法关起来，真的是日落而息，日出而作。这家酒店的早餐还是挺丰盛的。早晨本来还是有点阴天的，稍微有点下雨，但是现在9点多、9点半，出来天已经完全晴了。这个酒店其实真的挺方便的，走下来大概2分钟吧，就到奥斯陆的中央车站。这旁边这个就是奥斯陆的中央车站 Central Station， 真的挺方便的。所以它车站旁边这里其实是一个购物中心，然后购物中心的左手边，这里就是中央车站。这小哥的衣服上写的字儿，是我想的那个意思吗？奥斯陆应该还有一个最有名的景点，也不能讲最有名，也相当有名了，就是他们的蒙克的美术馆。蒙克应该是挪威非常著名的一个画家、艺术家。说到室内的景点，挪威最著名的应该就是这座13层高、拥有11个展览空间的现代建筑蒙克美术馆。这里也是全球最大的单一艺术家博物馆之一，收藏了超过26000件蒙克的作品，以及大量的文献与私人遗留物件。现在早上人还稍微少点，好像据说下午的话人就会特别多。成人一个人是220挪威克朗。通常大家都会先去4楼，这里很多作品都是蒙克对焦虑、孤独、爱情与死亡主题的深度呈现。看来他真的很喜欢爆头的这个动作，很多画面都有爆头的这个动作。当然也包括最著名的画作《呐喊》，3种版本的《呐喊》会在展览室内轮流亮相，每次展出持续约1小时，以保护纸本作品不受光线长期暴晒的损伤。大家都在旁边那一幅画那儿等，结果开始展出的是右边的这幅画，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开的是这一幅。呐喊的主题是在血红色的映衬下，一个极其痛苦的表情，人物线条扭曲与桥的挺直形成鲜明对比，描绘的是一种孤独、焦虑、无望的情感。这边还有很多他的自画像，这应该是年轻时代的他，老年时期的蒙克。3楼目前是主题性的临展，作品主要围绕着蒙克对健康、疾病、医疗的个人体验和感悟，很多画面较为压抑且具有冲击力。7楼涵盖了 Shadows 和 Up Close 2个系列，前者以暗影中的蒙克世界为切入点，后者则会让游客近距离欣赏画家笔下的细节与情感。10楼和9楼是临时的展区，不只是蒙克，还有当代其他艺术家的作品。11楼举行了蒙克地平线的展览，展现了蒙克时代的现代主义潮流，以及他与同时代艺术家的对话。
再往上，第12层设有屋顶的露台，可以俯瞰整个奥斯陆海峡线，欣赏城市的建筑和峡湾的风景，也是我推荐大家一定要来的地方。We got nowhere to be, just a slow dance with the summer heat. The world outside can't wait a few, 'cause right now we got nothing else to do.The sun is peeking through the cotton white blinds. Your hands still tangled up in mine. 远处绿色底的那艘船就是哥本哈根到奥斯陆航路的船，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他们的奥斯陆的歌剧院，也是特别有名的一个建筑。从那个美术馆出来，然后旁边就有一家餐厅，刚好午饭就在这儿吃了。这个 pasta 240挪威克朗，170人民币啊。这一份就是很普通的一份 pasta。 这餐厅的位置还挺好的，就在美术馆对面。在歌剧院前面这块还有一片海滩，这应该是公共海滩吧，很多人在这边晒太阳，阳光浴看起来应该也是可以下海的，刚有人已经到海里面去了。这边到歌剧院了，它整个外墙的设计是这种比较缓的斜坡，所以真的是完全可以一路走上去的。奥斯陆歌剧院于2008年落成，是当代北欧建筑中的经典杰作。它的设计理念是一块滑落入峡湾的冰川，斜坡式的外墙由意大利的卡拉拉白大理石和白色花岗岩铺设，配阳光直射，在冬日尤显冰冷清澈。它也是一座对公共空间重新定义的建筑，建筑的屋顶从地面倾斜向港湾，宛如一片有坡度的广场，让人们可以自由地走上屋顶，俯瞰城市与峡湾。在提升建筑审美的同时，也加强了其公共化的理念。当你走上顶端，耳边会传来峡湾游轮的汽笛声，头顶有海鸥盘旋，远处是跳水嬉戏的市民，整个奥斯陆市区和峡湾的壮丽风光也尽收眼底。诺兰导演电影《信条》中，主人公和尼尔就是在这座平台漫步，他们在纯白色的背景下显得无比的飘渺。走进大厅，温暖的橡木包裹着视野开阔的空间，仿佛把城市的冷色外观与室内的温度完美平衡。奥斯陆歌剧院不仅外观宛若冰川般的纯净耀眼，更通过开放的屋顶、透明的内厅和艺术装置，让建筑成为城市与自然、水域、艺术共融的场所。他们这边过马路，我发现也是挺混乱的，就是大家也没有什么太过遵守的感觉，就是看着没车就过了，很多时候。这里应该就是奥斯陆中央车站。奥斯陆中央车站是挪威最大的铁路枢纽，现行的中央站于1980年投入使用，当时把东站和西站合并，配合奥斯陆隧道一起启用，从此成为连接全国各县的核心。车站内共有19条月台，承载国内与国际的长途、区间与通勤列车，也包含机场快线，也可在此换乘地铁、电车和市内巴士等。车站本身也像是一个大型的综合型商业设施，内部有众多商店、咖啡厅与餐厅等，既是交通枢纽，也是城市购物消遣的综合体。4点52到斯德哥尔摩的是15号站台。15号站台到斯德哥尔摩还有10分钟左右吧。
哦，现在大家都已经开始上车了。这车的卫生情况看起来不怎么样，车头挺脏的。哇，这边的行李箱都已经塞满了。短短2天的时间结束，要乘坐奥斯陆开往斯德哥尔摩的高铁前往瑞典。鉴于老宋对于交通工具的喜爱，所以这次也特意选择了1等座进行体验。座椅宽敞舒适，车厢内部还有一个小的吧台，可以自助饮水、泡茶、泡咖啡等。卫生间也非常的干净整洁。52分，非常准时，出发了。这样看起来，整个奥斯陆火车站还是挺大的，很多条轨道啊。本次列车是瑞典国家铁道公司运营的高速铁路，下午5点从奥斯陆中央车站开出，于晚上10点20分抵达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中央车站，全程约5个半小时。1等座的票价是734挪威克朗。列车上配有免费的 WiFi， 网速还不错，看老宋 Channel 的视频一点也不卡。因为正好是晚餐时段，所以特地在预定时加购了晚餐，1份虾肉的三明治，列车员会在你选定的时间给你送过来，还配有1瓶果汁。三明治有点类似于在丹麦吃到的 Open Sandwich， 虾肉很新鲜，配上蛋黄酱，倒也算是可口。怪不得刚刚听到突然间广播，一看现在是过了挪威和瑞典的国境了，刚刚跨越国境，所以现在已经到瑞典了。刚刚一直还是在挪威，一路看着沿途的风景，回想在奥斯陆的旅行时光。大多数人觉得这座城市无聊，可能是因为这座城市过于小巧和紧凑，1天时间就能走遍了，让人少了些可以施展拳脚的机会。夏天还好，如果是漫长的冬季，伴随着北欧人特有的安静和冷淡，可能会更显得清冷和单调。不过我倒是觉得峡湾海港的风光和高山密林搭配的恰到好处，而且城市小巧也让活动变得更加方便，可以慢慢的在街角走走逛逛。这座城市其实比想象中的更加生动。现在应该差不多开了1/3的路程了。感觉瑞典他们这个湖实在是太多了，沿路真的非常多的湖。虽然光线在一点点的变暗，但日照时间极长的北欧，即使到了晚上9点钟，依然像是仅在傍晚时分。夕阳里树木的轮廓愈发清晰。到斯德哥尔摩了，这辆车竟然挺准时的。本来一路都觉得这车开得有点慢，结果真的非常准时到达，10点21分。现在10点22了，已经下来了。没想到竟然这么准时。电梯排队人太多了，只能走楼梯了，而且他们这边的这种手扶梯都是坏的，手扶梯都用不了，所以大家都在排那个电梯，人特别多，干脆直接拎下来了。这样看起来，斯德哥尔摩中央车站还挺大的，站台也不少。虽然现在10点多了，但还好今天订的酒店就在车站附近不远的地方，走路过去大概7、8分钟吧。
晚上10点半，终于抵达了北欧最大城市的斯德哥尔摩。果然，大街就宽敞了很多。下一集跟老松一起去看看这座被称为北欧京城的斯德哥尔摩有着什么样的风光和别样的特点。